收到一位垃圾佬寄过来的飞机，这个垃圾佬呢，它并不是贬义词啊，它是褒义词。往往闷声发大财的就是这帮人。这个是这个小伙伴巨资80块钱，从哪里搞过来的？从一个收废品的大爷手里面搞过来的。他有个想法，他想寄到我这边来看一下能不能飞，能飞的话帮他配好遥控跟电池，不能飞的话它还有其他用途，具体什么用途大家接着往下看。应该大家看得出它是什么型号吧？迷你3啊，没错，从收废品的大爷手里面截胡过来的。据他自己描述呢，他自己简单的拆开看了一下啊，但是他没有遥控也没有电池，不知道这个机器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他拆开看一下之后呢，感觉里面还挺干净的，应该问题不大。给他插个电，好像没什么问题耶，云台也自稳了，居然会弹出这个窗口嘛，很正常啊，因为这种机器往往就是被锁的机器啊，大家懂的都懂啊。然后我点这个解除绑定应该是无效的啊，点一下，但是它确实没有其他报错，看到没有，全部都是好的。然后试下云台俯仰，好像也都正常 ，OK 耶，变个焦试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非常清晰。他这台飞机想要飞的话，就只能把核心板换掉。他提前跟我说过啊，如果说要换大件的话，他就放弃了。他想把它改装来做一台那个行车记录仪也行，或者是给它做一个手持云台也行。但是呢，像这种机器啊，它是被动式的散热。被动式的散热，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它本身是依靠它起飞之后桨叶的旋转来给这个机器散热。如果说它不起飞的话，仅仅靠里面一个薄薄的散热片在这里散热，显然这个效率是不够的。时间一久，它直接会报高温，然后自动关机。我们今天来对它进行改装。拆开啊，里面看着挺干净的啊。防水标变红了，还是那句话，变红了并不代表进水啊，放的时间太久受潮了。刚好这个迷你3的机器呢，这块位置啊非常的空，塞下一个风扇啊，散热风扇完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拿出一个我们准备好的，这个是什么风扇呢？这个是一个 L2 核心板上面的一个风扇，我们只需要它的风扇啊，把它的风扇取下来。像这种风扇呢，它一般都是带温控的啊，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有4根线。1根接地，1根供电，1根 PWM 调速，1根是转速反馈。转速反馈跟 PWM 调速的话呢，显然啊这个核心板是不支持的，根本没这个功能。所以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是接地跟它的主供电就够了。也就是说，这4根线当中啊，我们只要用到2根就行了。哪2根呢？红色跟黑色，把这个线给它捋出来，用这个镊子啊，从反面把这个塑料扣子给它挑开。看到没有？就像这样子挑开，然后就直接能把线拔出来了。蓝色跟黄色啊，这2根是用不上的，需要用到的就是这一根黑色跟红色。黑色接地，红色呢是5伏。我们直接将这2根剪断啊，不要了。剩下这个黑色跟红色呢，把这个前面这个头剪断，拨出线皮。风扇的它的参数呢是5伏0.55安的。5伏的话呢，是不是一定就要给它5伏供电呢？并不是啊。如果说你真的给它5伏供电的话，这个风扇呢，它是全速运转的。像这种状态下，既耗电，噪音又大。我们不打算给它供5伏，我们给它供3伏就够了，风速刚刚好，也不会太吵，也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接下来呢，我说的都是重点了。像这个核心板上面啊，5伏供电的地方，还有3伏供电的地方非常多，是不是代表就可以随便接一个位置去搭电，去接一个3伏呢？啊，其实并不是啊，可以根据点位图去看啊。凡是这一路供电是供给 CPU 或者是供给云台、供给相机的供电啊，都不可以搭电。因为你去搭电的话呢，当风扇转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将 CPU 或者是云台相机的
电压给拉低，拉低的话导致他们工作就不正常。现在这位客户他主要是不打算飞了啊，就把它当一个手持云台或者当一个行车记录仪来用都可以啊，就自己拿着玩一下。所以的话我们就去搭其他地方的电，大家可以根据点位图啊去找这个位置，找这个屏蔽罩以外的位置。像这个核心板上面有很多这种裸露的小铜点，这些铜点往往就是很多供电的位置，就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也不推荐直接从电条板上面去搭电啊，因为电条板上面去搭电的话呢，那就变成它不受控的啊，它不受控，只要你电池一插进去，风扇就立刻开始工作啊，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的话，我们从这个核心板上面搭电是最理想的。来一个单板啊，让它单板开机，然后来测量一下啊，哪些地方有3伏供电的。现在我们把它进行一个单板开机啊，单板开机之后啊，我们再用开关让它开机。OK， 开起来了啊。好，迅速去测量那个电压啊。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也没有。哎，这边找到了一个 3.2 伏，这个还可以。但是是不是直接连这个就可以呢？现在还不能确定了，因为的话你不能判断它到底是这个核心板工作之后才产生的这个3伏，还是说待机情况下它也有3伏。我们一定要找那种核心板啊，你按下开关正常工作之后才产生的3伏才可以，是待机就有的3伏那就不行，因为它不受控。把电流表先暂停一下啊，给它调为待机状态，重新量这个点位。你看它现在核心板没开，没开的话就没有电压。那我现在把它开起来， 3.2 伏啊，没问题啊。像这个就非常理想的一个电压，还不能说直接从这个位置去飞线啊。为什么呢？我们先要去查一下点位图上面，看一下这一路它是给哪里供电的，要避开 CPU 啊，要避开云台相机啊。刚刚看了一下点位图回来啊，这个点的话呢，它是给 GPS 供电的啊。给 GPS 供电的话呢，问题不大，因为这个飞机它并不用飞起来啊，它只用保证图传功能正常。所以的话，我们从这个 GPS 的供电点这里去搭一根线给风扇供电，这个是问题不大的。好，说干就干啊，我们来对它进行改装。先把这个核心板呢给它放回到机器里面去，这个 GPS 也要装上去，因为不装它的话呢，这个云台姿态就不稳了啊。然后这个风扇啊，我们要装成什么效果呢？就装成它刚好就是对着这个散热片在吹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散热的效果。给这个散热片散热也要考虑到时候这个盖子要好盖，直接这样盖是不可能的啊。让这个风扇呢稍微斜着往下吹，因为它斜着往下吹的话呢，刚好就吹到了这个散热片啊以及核心板的这一片区域。如果说是平的往上吹的话，它只是吹到了这个 GPS 啊，没有吹到核心板，所以就稍微让它斜一点点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位置大概确定好之后啊，然后我们直接啊在机身里面把那个焊点上吸啊，飞线。飞线的话呢，大家可以用什么线呢？可以用这种报废的机壁里面的灯线啊，用这种灯线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用这种飞线丝的线啊，这种线是不行的啊，这种线带不动的。但是呢，也不能太粗啊，不能太粗，就用这个灯线是刚刚好的啊。先把这个接地的线焊上去。供电啊，3伏供电这里给它上点锡。给这个线提前先上点锡啊，不要留得太长了，剪短一点，这个还长了一点。然后再将这个线呢焊到这个位置，我们再将这个 GPS 板给它扣上，算一下这个线的长度啊，到哪个位置，然后就把这个线给剪断，就差不多了。算一下它的长度，不能留得太长了啊，差不多就是到这个位置啊，给它剪断，拨出线皮，给这个线头上点锡，同时给这边呢也上锡啊。
上好漆之后呢，我们拿出这个热缩管，截取2段热缩管啊，提前将这个热缩管套好。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啊。按上去把热缩管套好。用风枪或者用打火机加热都可以。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效果，大家就看这个风扇啊。A few minutes later， 不好意思啊，兄弟们，刚刚犯了一个第1级错误啊，那个接地的线我没有焊到接地那里去啊，我焊到供电那里去了，幸好没有烧掉啊。旁边这个才是接地，这一回应该就是 OK 的了。看到没有？风扇已经转起来了哦，云台在自检啊，稍等一下。OK， 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报错啊，非常完美啊。接下来我们对这个上壳进行改造，要不然直接这样盖是盖不上的，直接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夹掉啊，不要了。试一下看好不好盖啊？感觉好像大差不差哦。等一下啊，我盖上之后。不错，位置差不多之后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帮它把4个机臂全部卸掉，因为它不飞了，所以呢，留下这4个机臂没有任何用，增加它的负担。下视觉、下视红外啊，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可以不用装了，又可以省点电啊，让这个续航更长一点。报错就报错啊，我只需要它的云台跟拍摄功能，所以这个不要了。刚刚拆下来的这一堆零件啊，这位兄弟说送给我啊，这下我的备件库里面又多了一些小伙伴。再把这个电条板给装回去。刚好这个底壳这里啊，会多出几个孔，这个几个孔也是大有用处啊。到时候在底下拧一个固定架，可以把它撑起来，下面加个杆子或者加个转盘什么都可以啊。OK 啊，螺丝先不着急装啊，先拼一下，试下效果。它这个貌似没有电池的话，它会自己往前倒啊，但是我加个电池进去，它就稳住了，简直是完美啊！零件往回装啊，把刚刚改装的位置呢打上 UV 胶啊，然后再用紫光灯给它固化一下。这个排线上面带了一个指南针啊，指南针还是必须要的，所以的话，这个排线多出的部分给它藏到一边去，用 UV 胶固定一下啊，省得它到处乱跑。上 GPS 都可以不用啊，主要是要用上面这个 IMU 的功能，但是呢，这个 IMU 跟 GPS 呢又是一体的，所以没办法，只能一起啊。风扇啊 ，UV 胶给它固定一下。这个风扇整个是倾斜往下吹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吹到这个散热板上面，起到一个散热的效果。然后把这个线稍微收一下啊。现在我们把它合起来，看一下啊，合上盖子，非常完美，这个外壳完好无损的扣上去了啊，严丝合缝的啊。电池一上，大家听这个风的声音，刚好风就从这2侧出来啊，从这2侧出来，非常完美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风道。前面这2个孔是进风，这2个孔可以进风，包括前面这个孔都可以进风，后面这里出风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风道啊。看，云台可以自稳的啊。好，现在连上遥控看一下。它有这些报错啊，这些报错全部都不理它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拍摄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正常拍摄，这些报错全部都不理它。给兄弟们拿到外面去测试一下效果啊。开机，风扇已经开始运转，好，云台开始自检了。
看一下它的自稳动作啊，相当完美，看到没有？屏幕这边呢会有很多报错，我们不理它啊，我们只需要它的拍摄功能。我们把飞机放一边啊，试一下这个拍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相当完美。变个焦，很清晰啊，真的不比 Pocket 3差呀。非常完美，刚刚至少连续测试了半个小时以上，温度稳的一批啊，非常冰冰凉凉，没有任何的那个高温报警的这种错误。然后去拍看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真的不比 Pocket 3差。我是说真的，大家无论把它用在汽车上面，还是放在家里当监控，把它当一个手持云台啊，都非常的好。从此啊，大疆就多了一个新成员，它的名字叫做 Pocket Mini 3。